我哋應該點樣欣賞中國嘅當代藝術呢？呢個聽起上嚟好簡單嘅問題，實際上仲涉及藝術以外嘅深層因素。喺呢個 M+ 希克藏品從大革命到全球化嘅展覽裏面，你或者可以揾到答案。M+ 希克藏品收藏咗超過1000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風格廣泛，媒材眾多。你可以見到新嘅，甚至係激進破格嘅藝術創作手法。呢啲手法代表咗1970年代初至2000年代中國藝術界嘅精神。喺呢個時期，各種實驗藝術喺中國百花齊放，反映呢個國家經歷前所未有嘅社會經濟變化，包括從文革時期嘅破壞當中恢復過嚟，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及其後更翻天覆地嘅發展。呢個展覽邀請你重溫中國當代藝術興起嘅歷史，回顧佢同全球藝術界嘅交流，以及對世界藝壇帶嚟嘅影響，仲想你思考孕育呢種蓬勃文化活力嘅政治、社會同經濟蛻變。喺呢個展覽裏面，你會睇到希克藏品裏面大約200件作品，分佈喺7個部分展出。第一部分，兩個世界，1970年代的主流和地下。主流同地下係了解中國當代藝術生產體系運行同發展嘅兩個重要方面。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嘅幾十年間，革命現實主義一直係中國官方推崇嘅藝術風格。喺文革嘅時候，好似無名畫會、星星畫會之類嘅地下藝術團體，佢哋都捨棄咗革命現實主義，轉向印象派同表現主義。呢兩個藝術世界之間嘅拉鋸戰一直持續，直到千禧年之後，佢哋嘅界線先變得越嚟越模糊。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畫叫《引來銀河水》，這是1974年由孫國奇、張洪湛2位藝術家完成的一件我們叫做政治宣傳畫，我們中國也叫主旋律的作品。在一個極度寒冷的東北的冰天雪地的情況下，一群年輕的工人在修一個引水渠的場面。然後這件作品是代表了非常典型的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這種政治宣傳畫的風格。第一，它的尺寸特別的巨大，在物質生活很平滑的中國，用這麼大的一張亞麻布來畫一件畫，本身就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它遵守了很多這種古典繪畫的原則，最主要的這個積極向上的英雄人物在橫的1/3和豎的1/3，也就是一個黃金分隔點上來展開，還有背後推東西的這個的年輕人，都是從一個陽光放射狀的一個方向來展開，所以它有一種很積極向上的、很陽光的風格。你想想，在那麼冷的情況下做那麼艱苦的工作，他怎麼可能會穿那麼乾淨的衣服？每個人的表情又是充滿喜悅的呢？所以它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風格。我們甚至看到這裡面有很多政治性的暗喻，比如說最積極向上的這個人，他必須是穿着一個紅顏色的衣服。那麼在這個最主要的人物身上突出他最積極向上的一個面貌和風格。那麼這種風格就是整個從49年到文革前後中國的一種主流的藝術的風格。那麼和這個作品幾乎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另外一批很年輕的藝術家在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創作。我們大家看到這張非常小的這個作品，就是這個一個年輕人家叫張偉，他當時是一個家庭出身並不是很好，家裡面從小就受到了批判，他甚至沒有機會去上大學，所以他們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這種自學成才來畫的。這兩件作品相比，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這個作品它特別小，它是畫的是一個從室內往室外看過去沒有人的一個風景，和那個作品這種熱火朝天的工作場面很不一樣。我們看到這個風景是或者是一個夕陽西下的時候，室內看到邊框特別的陰暗，室外是這種灰蒙蒙的光。作品中沒有人，它是一種很憂傷的、很憂鬱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这张作品恰恰表明了一个文革当中家庭命运、个人命运都不好，甚至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这种很迷茫的一个心态。但这种真实的情感在文革的后期是不能够拿出来说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要看到一些很理想的、很向上的东西，但恰恰有这样的像张伟这样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并不被这种理想主义的教条所束缚，他们开始非常真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情感。但是当人开始关注真正的个体的真实的情感的时候，艺术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也恰恰是整个中國的現代主義的又一次出發。第二部分85新潮，呢個係一場史無前例嘅藝術運動。佢喺1980年代中誕生，係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帶嚟寬鬆政治氣氛嘅結果。呢場運動係1980年代中國眾多領域文化覺醒嘅一部分。呢段時期，歐美藝術展巡迴到中國展出，對藝術家帶嚟好大影響，拓闊咗佢哋嘅文化視野同思想境界。這件作品是中國藝術家王廣義1986年創作的一件作品，叫做這個後古典馬拉之死。我們看到這件作品是一件黑白的作品，如果我們只看一半的圖像的話，會非常熟悉。這是19世紀的法國古典主義的藝術家大衛特的一件作品《馬拉之死》。對於王廣義來說，他就是把馬拉的之死的這個形象重複了2遍。那麼王廣義的所有的作品代表了典型的85新潮時候的一個創作的風格，就是他們想試圖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事物。因為85新潮他們所經歷的這個時候是中國的這個社會發生一個劇烈變化，改革開放，然後中國重新開始學習和了解所有西方的知識，所以這麼多的信息分湧到這種藝術家的面前，藝術家其實更多的時候在思考我如何去消化、去理解這些信息。特別是經過了這些大部分藝術家都經過了這種10年文革的這種特別特殊的一個記憶，他們都想了解關於歷史、關於文化的新的答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畫沒有具體的表情，沒有具體的情節，藝術家仿佛就是在分析這個畫面背後的具體的含義。那麼2年之後，王廣義一直在延續他試圖用一種理性的眼光去分析所有圖像的一種企圖。所以我們大家看到的這一張毛，那麼這是畫的一張毛主席的像，但它和所有我們中國看到的毛主席的肖像不一樣。第一，它是黑白的，那麼第二，它在面前有很多的格子。那麼黑白的實際上就表明着王廣義開始用一種很理性的情緒去看待毛澤東這個符號。這些格子在這個地方並沒有這種特別的一個特別豐富的含義，它其實講的是怎麼樣這種用格子來畫一個圖像，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畫政治宣傳畫，在沒有幻燈機的情況下，把一個小圖像放大的一個手段。2個字母 A 和 O 實際上是這個茂這個字母拼音的另外2個字母，所以字母的這種印刷體，這種橫平豎直的方格子，實際上代表着藝術家想用一種理性的精神去判斷、去思考歷史、文化和圖像。85新潮嘅藝術團體創作風格各有不同，主張嘅側重點亦有好大差別。1989年舉辦嘅中國現代藝術展係呢場運動嘅高潮，亦為佢寫上咗句號。那麼我現在要介紹的2件作品都曾經於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當中展出過。第一件來自於藝術家耿建義的第二狀態，可以看到它是一組4聯油畫。耿建義描繪了4張男人的臉和他們臉上非常誇張的笑容，我們看不到他們的脖子、頭髮、耳朵這些細節。這4張臉就像4個面具一樣，慢慢的從黑色的底色當中浮現出來。
艺术家特意去描绘了这4张脸因为很夸张的笑容而造成的五官变形挤在一起的样子，从而制造了一种非常强烈让你感到有压迫感的视觉感受。艺术家其实是有意去除了画面当中可以表现人物特征的这些面部细节，从而也进一步的去除了它的叙事性，从而让你只去关注笑这个行为本身，而不是去探求笑背后的动机和含义。那其实从1985年以后开始，中国有很多的艺术家开始尝试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去除叙事性色彩，而更多的去拥抱观念性的创作方法。那么我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位艺术家黄永平，也是这样拥抱观念性创作方法的佼佼者之一。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6走向的小转盘。可以看到这6个同心圆形状的小转盘被放置在一个打开的黑色长方形皮包当中，它们的顺序按照大小由下到上来排列。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皮包打开的这一面内部有一张整个作品的照片，然后艺术家在照片上面同时标注了每个小转盘的使用方式。他们每一个转盘的使用标准都决定了他怎么样去创作一张画的各个条件，比如说你要从什么时间来开始画这张画，或者你用什么材料去画这张画。通过用小转盘这种工具去介入他的艺术创作，黄永平把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和作者身份全部都让渡给了偶然性和自然。他的这件作品是受到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以及禅宗哲学的影响，他相信艺术的创作应该去交给偶然性决定，那从而也拒斥了85新潮当中很強烈的自我表達的傾向。第3部分，1990年代從缺席到在場。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嘅示威抗議，柏林圍牆倒下，仲有1991年蘇聯解體，全部都標誌住冷戰嘅結束同全球化嘅開始。中國喺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快速增長，推動中國融入國際市場。當市場喺1990年代重新出現嘅時候，就將藝術由國家政治宣傳機器之中解放出嚟，而藝術家亦重新得到經濟獨立同創作自主。中國當代藝術一而再出現喺大型國際展覽入面，令佢哋能夠喺冷戰結束後嘅全球化背景下被發現。当你一走进这个展览，看到的第一张作品就是来自方力钧的这张油画1995年第2号。那可以看到艺术家塑造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光头，穿着粉红色的衬衫，背对着我们。那他正面面对的则是一片广阔的蔚蓝色的水域。那在这个男人和水域的中间，有3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光头老年男人，穿着绿色的衬衫站成一排。这3个男人出现的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好像是刚刚从水里冒出来，又好像是在跟前景的这个男人形成一种对峙的关系。那整个这张画的色彩对比非常的鲜明，粉红色、绿色和蓝色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有张力。那这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象征了历史和当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关系。那艺术家在这其中又表现出一种对现实和理想失落之后深深的无力感觉。以方力钧为代表，这种风格被命名以完事现实主义，而在1990年代广为人知，也昭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在90年代开始新的创作倾向。当我们来到 Skylight 展厅的另外一边，就可以看到其他艺术家是怎么用非常不同的风格去描绘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的。在我们眼前的这件油画作品来自艺术家张小刚，他的这件雪原大家庭17号来自于他家庭中发现的一张老旧照片。画面当中，他描绘了一家人的肖像，包括一对父母和他们的2个子女。可以看到父母的主色调是冷峻的灰色，
而在子女的脸上则是淡淡的黄色和红色，在画面当中形成了非常鲜明的颜色对比。那每个人物的脸上都有一块淡黄色的光斑，而且中间有几条细细的红线把这一组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细细的红线会让我们联想到血缘、家庭观念，或者是集体主义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在1990年代受到了社会变革的冲击。那艺术家所想要表现的也正是这种旧有的历史关联在破裂之后留给人们的困惑和茫然的感觉。那以方力钧和张小刚为代表的艺术家，在1990年代通过很多个国际性的大展，成为了国际艺术界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也形成了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主流印象。政治波普係將政治融入波普藝術嘅手法。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之後，西方商業文化同消費主義衝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亦滲透入佢嘅制度當中。中國藝術家目睹呢種現象，萌生出一種政治荒謬感，從而催生出政治波普呢種創作手法。政治波普藝術家用具有諷刺意味嘅波普元素去重構政治主題同符號，經常挪用同拼貼嚟自毛澤東時代嘅政治宣傳藝術同國家意識形態嘅圖像。呢種手法為藝術家提供咗一種方法，去回應1990年代不斷改變嘅政治同社會環境。喺我後面呢個作品就係周鐵海嘅《新聞簡報3》啦，呢一個作品就創作喺1996年嘅時候嘅。咁呢一個作品啦，咁其實係同當年喺90年代好多精英藝術嘅一種嘅創作風格係好唔同啦。你會見到藝術家咧係用一個帶有隱喻啦，同埋一個好淺顯易懂嘅方法咧，去講緊呢個嘅國際傳媒啦，同埋國際市場咧，去對中國當代藝術嘅一種嘅誤讀啦，或者對佢哋嘅分析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咧，藝術家喺呢個作品上面咧，佢用嘅報紙啦，都係用一啲嘅英文嘅報紙啦，同埋上面咧亦都係油咗一個金油啦。咁而金色呢樣嘢其實都係好有一個商業嘅意味。金色嘅背景上面咧，就會見到有8支代表唔同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嘅國旗啦。咁而藝術家亦都會將自己融入喺呢個畫面入邊，作為一個藝術界嘅代言人喺呢個講台前面咧，就講咗一句嘅宣言。咁就係一個宣言咧，其實就係講緊呢個嘅藝術世界嘅一個外交嘅關係咧，就好似喺我哋嘅後冷戰時代呢一個嘅唔同各國同各國之間嘅關係。你會見到佢用嘅語言啦，係用英文啦，能夠同呢個嘅外國嘅接軌咁樣。同埋你會見到佢呢個作品咁巨大、咁 dramatic 嘅一種嘅手法，其實係同好多時候一個嘅中國傳統上面文化大革命遺留落嚟一啲用大字報、用一個宣傳口號嘅一個嘅手法係一個好相似嘅。周鐵海其後嘅作品假封面呢一個系列咧，你會見到佢利用挪用咗好多嘅比較出名嘅世界嘅一啲雜誌啦，譬如 Art News 啊，或者呢個 Times Magazine 呢啲嘅封面咧，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文字同埋圖像咧，喺周鐵海入邊咧係能夠去將一個傳統 deconstruct 再重構出嚟，做一個新嘅語言，咁係同當時90年代大眾去對於中國當代藝術嘅理解咧係好唔同。第4部分，裏裏外外北京東村，位於北京郊區嘅北京東村個名係嚟自紐約東村。而喺1990年代初，北京東村亦都同紐約東村一樣，係一個活躍又蓬勃嘅藝術社區。雖然佢存在嘅時間好短，但係北京東村嘅藝術家創作咗一啲好有實驗精神嘅展演作品。呢啲激進破格嘅重要作品，為整個1990年代嘅行為藝術創作指引出新方向。第5部分，面對轉變，由北京到珠江三角洲。喺城市急速發展、農村走向都市化嘅過程入面，社會貧富差距變得越嚟越大。都市化嘅步伐喺2010年代一直持續不停。藝術家視呢種現象為靈感泉源。除此之外，藝術家藉住審視日常生活嚟質疑社會規範同挑戰社會規則。佢哋打破咗藝術同生活之間嘅界限，將個人體驗同更加廣泛嘅公眾聯繫起嚟。
當我哋講緊都市化啦，全部都係講緊新啊、舊啊、好有活力嘅嘢嘅時候咧，咁尹秀珍係特別咧係聚焦於一班老人家嘅一種日常生活，其實係講緊一種嘅都市化嘅時候，可唔可以新舊共存嘅一種嘅關係咁樣樣。為咗能夠將呢一個嘅呢個在場感能夠係演繹翻出嚟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尹秀珍咧係特登就將當時喺呢個嘅街頭嘅一啲嘅凳仔啦，就拎咗翻入嚟，就擺咗喺我哋博物館裝置入邊展示咗出嚟。尹秀珍呢一組作品都係好 focus on 一個人啦，咁而呢一個作品其實係同梁索嘅咧，佢嘅城市農民咧係一個好好嘅對話啦。咁其實係都市化嘅時候咧，咁除咗一啲老百姓嘅生活係有影響之外啦，係都有一班係所謂嘅邊緣人啦，就係一啲都市農民出現咁樣樣。譬如咧呢一班農民真係為咗係嚟到城市去工作啦，咁所以佢哋都係為咗趕時髦啦。你要見到佢哋好似身上着咗一套好靚嘅西裝啦，但係同時間你會見到成個 outfit 咧係同佢個人咧有少少唔係好夾，係好似趕時髦得嚟咧有一種係好土嘅感覺咁樣樣。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眼神咧係已經冇眼珠，係一種好空洞嘅感覺。佢個雕塑咧會見到係好粗糙啦，呢種粗糙嘅感覺咧其實係同梁索佢平時嘅一種嘅美學觀念叫做渣啦，其實係好相似嘅。咁渣呢一樣就係講緊一種係自然生長，係唔能夠受控制嘅一種嘅美學，同呢班農民嘅身份係好似係好 fit 咁樣樣。第六部分，當代中國藝術在世界。千禧年之初，當代中國繪畫喺國際雙年展同博物館展覽裏面嶄露頭角，藝術家開始以裝置、行為藝術、攝影同錄像等等去創作，藉住呢啲媒材去回應全球當代藝術界，同佢哋展開新嘅對話，邁向國際化，令到中國成為全球藝術界嘅重鎮。喺我身後呢一個作品咧，就係胡曉活2005年創作嘅刺繡裝置，叫做《送不出嘅信物》。呢一個係由20件嘅刺繡作為10組嘅一個作品咧，胡曉活用咗佢嘅頭髮作為佢嘅絲線。頭髮呢一樣嘢喺古代嚟講係一種係好私人嘅，係一個係愛侶之間係大家互相送出嘅信物，係代表一種精忠嘅一種嘅物件咧，作為佢嘅原材料啦。另外佢都用咗白綾呢一樣嘢係帶有好哀傷意味嘅物料作為佢嘅創作嘅一個畫布，再加埋呢個嘅刺繡嘅動作，都係一啲由女性主導嘅一種創作。而呢啲嘅圖案咧，亦都配合咗一啲好誘人嘅身體嘅部分，去一方面去抒發一種係好個人、好 private 嘅一種嘅情感，係一種係女性對於一種嘅性慾嘅渴望啦。同時間你亦都會見到佢利用一啲嘅傳統嘅圖案去審視翻一個傳統對於女性嘅一種嘅規範，即係對於女性嘅一種嘅 expectation。你會見到呢啲就係一個好似胡曉活呢一代嘅藝術家係點樣喺21世紀一個全球藝術嘅語境入邊，將一個傳統可以係重新去審視，再重新演繹創作。第7部分，圖像與文字。我哋靠圖像同文字去理解呢個世界嘅自然、社會同文化。我哋每日都接收同過濾大量廣告、政治信息同各種各樣嘅資訊。中國嘅海報大部分都用圖像搭配朗朗上口嘅詞句，藉此構建普及全國嘅社會主義價值觀。呢種圖像同文字之間錯綜複雜嘅相互作用，係由政治宣傳開始，之後就隨住社會轉型而演變，到今日以商業為重點。藝術家從中獲得靈感，更加將書法、廣告製作技術同大眾傳播工具融入創作。你可能會被文革時期地下藝術家嘅勇氣同智慧所感動，又或者讚嘆換世現實主義藝術家喺藝術探索上嘅成功，以及佢哋喺全球藝術市場所佔嘅地位。但係或者有人會話，我唔係好睇得明喎。正如呢個系列嘅收藏家烏尼希克博士所講，當代藝術唔係大家嘅好朋友。欣賞當代藝術需要開放嘅心態，因為當代藝術唔單止反映現實，而且批判現實，甚至會觸碰傷口，篤到痛處。
而要培養呢種開放心態，我哋需要多啲去接觸，多啲去欣賞。